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有关怎么样使用这个 Colab 进行云端硬碟的挂接。那我们在讲这个挂接硬碟之前呢，我们要先讲一下这个一般的这个电脑主机跟电脑主机之间的资料交换方式是透过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的。那我们这边讲的不是说我们那个早期透过这个使用磁片光碟片随身碟的方式去做资料交换。我们这边呢，它一定是要让我们那个程式码透过这个网络的形式去做到资料交换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会做的通常是有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透过 wget 这个指令那 wget 呢，它基本上它是透过这个 HTTP 的协定，然后到其他的 Web Service 上面去取得一些网络资源。所以呢，首先你必须要先知道那个网络资源它在网络上的这个网址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有确定那个网址，而且那个网址是可以使用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使用 wget 这个指令呢，把这个档案传输下载到你所下指令的这个机器上面。好，那第二种方式呢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资源本身并没有上到这个网际网络上面去或者网际网络上面根本也没有这样子的档案的存在。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要透过网络让这个电脑主机的之间的资料可以下去做交换的话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架设 FTP 档案伺服器。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确定好了这个档案伺服器那你就直接把你的这个档案先送到 FTP 上面然后呢，再让另外一台主机透过这个协定的方式然后从这个 FTP 把资料给抓回去这是第二种方式。那第三种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在区域网络里面工作这个并没有经过这个网际网络的话，通常我们会去架设这个 SYNBA 的服务那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使用这个 SMB 的协定在区域网络里面直接去做资料交换为什么会有使用 SMB 的这个需求？是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档案这个每次都透过网际网络上面去做传输的话，即使是你的这个机器是在你的隔壁就在你的旁边，它也是上到网际网络上面这个地球绕几圈不知道总之这个东西上到伺服器另外一台呢也必须要上到这个网际网络这个把这个资料把它取下来这个网络绕一大圈这个蛮浪费一些这个频宽资源好，所以呢，那个有时候我们避免浪费我们会这个比较容易去做资料传输，我们就直接靠在这个区网络里面直接架这个 SMB 的协定去做资料交换。好，那如果是在 Google Colab，Google Colab 它就没有区域网络的这个问题因为你一定要使用网际网络，你才有办法连到这个 Google Colab 去使用它的服务。好，那这个 Google Colab 它所提供的这个云端虚拟主机进行 Python 程式码的执行呢，有时候它也是需要去存取外部资源好，我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学员会觉得说，怎么突然蹦出一个云端虚拟主机不要忘记我再重新讲一次。Google Colab 呢它是我们透过浏览器到这个 Google Colab 的网站上面使用它的这个前端界面去执行我们想要执行的这个 Python 程式码。它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它中间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Jupyter。如果说你有看前面课程的话，应该会还有印象。那个 Jupyter 呢，它会从我们这个前端这个 Python 的这个储存格把资料透过这个 Jupyter 送到 Jupyter 的后端。那送到后端之后呢，这个 Jupyter 它就会去呼叫这个 Python 的直译器让它直译器动起来因为它已经有把资料从前端送到后端去了嘛直译器处理完之后呢这个执行结果再经过 Jupyter 送到前端那这时候我们在 Google Colab 这个浏览器上面就会看到后面的那个 Python 跑完了结果送到前面来不要忘记中间是靠谁中间是靠 Jupyter 然后就来去完成这件事情。好，那这个 Python 呢是很多人都会用那个 Python 吗？跟很多人都会使用这个 Jupyter 吗？我送的资料会不会跟其他人资料搅在一起？这个在工作上面会尽量去做分离所以这里面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做的这个主机这个主机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一个 Python 的这个工作环境Python 的开发环境。那 Python 不是只有 Python 的这个 Python 的核心我这个在 Python 使用的一些相关套件，基本上它都准备好在上面。好，然后呢，同时它这个 Jupyter 也必须帮你准备在上面，然后再让这个 Jupyter 可以跟你的 Colab 的界面把它结合在一起。比方说，这个主机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虚拟的只让你使用的的一个云端虚拟主机。也就是说，当你按下了那一个储存格上面的那个 Play 按钮那个执行按钮，发生了什么事情？在 Colab 上面呢，或是这个 Google 云端伺服器主机里面，它就立刻加开伺服器开了一台里面有 Python， 帮你准备好 Jupyter， 并且让你独立连线使用的一个独立主机那个就是一个虚拟的云端主机只有你让它做使用所以我们之前才会提到说有些人看到说哇，它确实是一个独立主机他希望这个云端的独立主机可以来去做一些Python 研究之外的事情能不能去做如果你对云端主机非常熟悉的话，基本上这个在某些情况下飞天遁地是都做得到的啦不过呢，这个 Google 也不是省油的灯
它基本上它只让你去做这个跟 Python 有关的这个程式码撰写啦，或是跟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有关的一些研究啊，科学研究。好，你如果拿它去做其他事情，我们之前有提到，它会直接把你的账号先暂时惩罚性的锁起来哈。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哈，跨界云端硬碟哈。我们这个 Python 呢，在执行的时候，有时候它也是需要去存取外部资源。我想说，哎，我的那个 C 槽或者 D 槽啊，有一个那个文件的，我要让那个 Python 呢去读我那份文件啊，要去做资料分析啊，不要忘记哈，这个 Python 不是在你的电脑上面，它在哪里？它是在这个云端的虚拟主机里面。好，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是用 Jupyter 下去做接接哈，所以当然你可以是要求那个 Python 去读取硬碟上的档案啊，可是不要忘记哦。那个档案不会出现在云端虚拟主机上面，那个档案只在你的电脑主机上面。好，所以呢，怎么样来去做这件事情啊？好，如果照我们刚刚前面做这个电脑主机资料交换的方式啊，在 Colab 里面呢，你也是可以使用 wget 来去下载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哦，因为有一些资料集啊，它本身已经公开在这个 HTTP 上面，在 Web Service 上面，所以你就可以使用 wget 的指令呢，直接把它下载到你的云端主机的硬碟上面。好，那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作情境里面呢，目前比较推荐的方式，你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Drive， 好，直接把它连接在一起。这里所谓的连接啊，不是说把你电脑的 Google Drive 跟这个云端虚拟主机的 Google Drive 连接在一起其实感觉上是这样子没有错感觉上是这样子，不过实际上呢是你的电脑跟 Google Drive 连接在一起，你把它当一般的硬碟去做资料使用所以呢，资料如果你放到 Google Drive 的话，基本上就是放到 Google 的伺服器这是一段路这是一段路。另外一个呢，如果你允许云端虚拟主机能去 mount 可以去连接你的 Google Drive 这个里面基本上你的那个账号基本上要先填进去它有时候在授权的部分基本上也是需要你同意只要你有同意有去做连接这件事，基本上你会收到一封 email 说这件事情这个事实有被发生过。好，总之呢，如果你把它 mount 在把你的这个云端虚拟主机你像目前使用那个工作机把它跟你的 Google Drive 把它 mount 在一起的话，里面的那个虚拟主机就可以直接去存取你的云端硬碟上面的资源。好，所以呢，它的好处是说，如果你有一些资料要把它提供给这个云端主机上面的 Python 下去做执行的话，你可以先把它放到 Google Drive 里面。好，这个时候呢，这个云端主机上面的这个 Python 就有办法去读到 Google Drive 里面的档案。尤其是当你的 Python 这个程式执行完毕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结果要这个输出，要把它储存。可是那个储存的量稍微有点大啦，它不适合。虽然在 Jupyter 上面，它可以把这个执行结果显示在我们那个程式码的那个储存格上面如果量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并没有办法把所有内容整个全部都把它显示在上面，它可能只有一部分局部的内容可以显示。你需要有完整的记录完整的报表可以输出的话，通常呢你就会把它输出到文件上面那输出到文件不要忘记输出到硬碟上面呢，它也只是储存在那个云端虚拟主机的那个硬碟上面并不会储存到你的电脑上面它没有下载的功能所以在这边呢，如果说你有去这个挂接云端硬碟的话，你输出的话就直接让它输出到 Google 的这个挂接的硬碟上面好。当它有输出完成之后，因为你的那个 Google Drive 基本上会去做资料同步了这个不知不觉中你的那个电脑里面就有这一份输出的文件了好，所以呢，透过 Google Drive 的硬碟的挂接除了可以让 Python 直接去取得档案资源之外呢，也能将输入的资料直接写到云端硬碟，让你的电脑也可以有办法直接去处理到这个输出的结果。所以呢，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基本上很简单了因为本身呢，我们在 Colab 的界面上面，它已经有提供什么东西？它已经有提供档案总管。所以如果你在档案总管这个功能把它点选下去之后呢，在档案总管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云端主机所以你如果不小心点到的话会怎么样？它会认为说你现在要去读硬碟它就立刻给你加开伺服器伺服器立刻就会直接帮你去做启动。好，那启动完成之后呢，你的档案总管就会顺利把它就会自动的显示在你的画面上面。好，那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云端主机，所以你的资料如果存上去的话，它至少会提供你一个资料上下载的功能好，那另外呢，就是它直接提供你这个云端连接挂接那它挂接有两种，一种是你直接点选功能另外一种的话，你可以使用 Google Colab 的函式库那 Google Colab 函式库的使用方式呢，你就直接使用 from Google Colab， 然后 import 我们这个 driver 好，然后从这个 driver 的 mount 的这个方法呢，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 mount 哪个目录好，那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Google Drive 的目录它是在这个 Content 的 Driver 底下这通常都是这样写，你 mount 完之后呢，基本上你就可以用程式码直接去读你在这个 Google 硬碟上面的资料或者是说你可以在档案总管里面直接去调直接去调你的资料。好，我们实际呢在 Colab 上面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才工作界面在这个侧边呢，这里有一个叫目录，这目录是从哪来的？这目录呢是根据你在这一份文件里面写的这个笔记写的这个笔记内容，然后看你有没有设结层你如果设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基本上在这里面就会看到它你的区段看到你这个目录的区段。好，那接下来这个是搜寻这是根据你的文件内容下去做资料的搜寻跟取代了
然后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变数的话，你程式码里面有一些变数的话，在执行的过程中，它会把这个变数显示在这个地方哈。那在这边，它现在应该会去提醒了哦，这显示在上面哈。变数检查器如果开启的话，有可能会影响你执行阶段效能。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要忘记哦，你的 Python 执行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执行的，它是在哪里？它是在这个虚拟的云端主机上面去做执行。它的那个执行结果或者它上面发生任何事情呢，它都是透过 Jupyter 再去做交换。所以在交换的过程中啊，基本上其实速度没有那么流畅啊，它会有多少的有延迟哈。那你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的变数资料越多的话，你的即时性需要能看到的东西越多的话，基本上你的工作速度就会越慢。所以它这里有提示啊，你如果开你这个变数检查器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执行阶段的效能，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我们档案总管，好，切过来。好，那目前档案总管现在点下去，目前我没看到东西哦，那是因为它刚刚机器还没有连起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目前它现在正在连接哦，目前正在连线哦。等它连线完成之后呢，你在左边这个档案目录里面就可以去看到你那一台虚拟主机啊，你那台虚拟主机的这个硬碟哈。那因为它现在都全自动帮我去做完了，它现在似乎在帮我去挂接这个我的 Google 云端硬碟，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好，你这个云端硬碟如果挂起来，你这云端如果挂起来之后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去看到，现在目前你的工作目录里面有个叫做 Sample Data 哦，所有的虚拟主机开起来的话，这个东西一定会给你啊 ，Sample Data 一定会给你哈。那这个 Sample Data 里面你把它打开。你把它打开的话，就会看到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常用的经典资料集啊，就是让我们在做这个 Colab 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调这边资料集，你就可以不用去外部去调资料。好，如果你需要去外部调资料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去连什么东西？这时候你就要去连这个云端硬碟啊，云端硬碟在这个地方。那像目前就帮我连起来了哈。如果我再点一下的话，它会去做卸载哈。来去看一下啊，是否要撤销这个笔记本啊，去连接这个 Google 云端硬碟权限。好，我先撤销，我们先把它断开。好，它现在回到原本的状态。它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伺服器是重开的哦。好，云端伺服器重开。像这个伺服器跟我刚上一个工作阶段的伺服器是完全不一样的伺服器哦，它已经是不同伺服器了。好，然后现在这个 sample data 是一样。如果说有一些外部资源啊，你需要传到这个云端硬碟哦，让你的 Python 有办法去做存取的话，你就要使用这个功能啊，这个叫档案上传。好，档案上传的话，就是它这里上面会注意到上传至工作阶段啊。什么叫工作阶段？工作阶段就是这一个工作的 session， 这个工作 session 呢，就是在这个期间，这个伺服器啊归属你使用哦。如果你把工作阶段结束的话，结束掉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就全部都干干净净哦。如果你需要呢去接上你的云端硬碟的话，你就选这个啊，这个叫做挂接云端硬碟，点选好。那这时候它就提示你是不是要允许这个笔记本啊存取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啊？这个通常是同意了哈。在有一些版本啊，它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弹跳视窗哦，在跟你确定说你是哪一个账号要连上去。好，然后你确定同意连上去之后，它也会很贴心的再发一封 email 跟你讲说，有某个硬碟哦，跟某个机器接起来。奇怪，怎么会有其他机器跟你接起来？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Colab 它后面执行的就是一个虚拟主机。好，这个虚拟主机呢有完整虚拟主机的功能哦，只是呢它现在前端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Jupyter 的互动环境。然后后面呢，它透过 Jupyter 去传送你的 Python 的资料。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如果已经顺利挂接起来，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driver， 这里的 driver 指的就是 Google Driver。把它打开之后呢，里面就会看到 My Driver 你再把它打开这边就不开了你再把它打开的话，就会看到你云端目录里面的东西你根据你的那个路径你就可以直接连到你需要的那个位置上面，直接把资料给读出来那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啦，根据实际上你的程式码跑完之后呢，它阐述的一些结果，你要把它写回去硬碟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把它写到你原本虚拟主机的硬碟上面，你要写的话就直接写到 driver my driver 里面这个 driver 里面呢，通常你还是要去规划一些你的工作资料夹你把它写到那个工作资料夹里面那你的这个资料存进去之后呢，这个资料它就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它就会出现在你自己的这个硬碟上面其实它是经过 Google Drive 同步过来的那我们这个 Mount 的这个案例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目前 Colab 基本上只做简单的几件事情怎么样开分型的文件，怎么样去写这个笔记怎么样去写这个Python 程式码，然后 Python 程式码呢，怎么样去在这储存格上面下去做执行。然后最后呢，怎么样去开这个档案总管这个档案总管开起来呢，怎么样跟这个云端硬碟把它 mount 在一起把它 mount 起来那这段如果基本上熟悉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准备进到我们下一个课程的环节了